人生在世，总能遇到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。办公室里那个欺上媚下的同事，圈子里那个阴阳怪气的朋友，聚会时那个好为人师的亲戚。面对这些讨厌的人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无非是两种：一是隐忍，把不满压在心底，脸上还要维持体面；二是翻脸，当场撕破脸皮，用对抗来宣泄情绪。但隐忍久了会变成内伤，翻脸过后往往也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那么何以自处呢？真正高明的方式其实是一种物理学智慧，降熵。熵这个概念来自热力学第2定律，用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。一个系统越混乱，熵值就越高；越有序，熵值就越低。心理学家米哈里·契克森·米哈赖将这个概念引入心理学，提出了精神熵。他发现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程序，但外界的信息却像万马奔腾一样不断涌入，尤其是那些讨厌的人、烦心的事，就像往你平静的心湖里扔石头，激起层层负面情绪的涟漪。当你过度关注那个讨厌的人时，你的内心就进入了一种熵增状态，混乱、焦虑、失序。你的注意力被不断的消耗，情绪被反复拉扯，工作效率下降，甚至影响到吃饭、睡觉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只是上班遇到了讨厌的同事，一整天的心情却都被毁掉了。所以所谓的降熵，就是减少与对方的能量交换，让关系回归到一种低关联、低消耗的状态。它不是消极的逃避，而是主动的秩序重建。之前我在文章中提到过一个观点，负能量比正能量更有力量。喜欢一个人，你可能会想要去了解他，但当你讨厌一个人，你更会不由自主地关注他的一举一动。他今天又偷懒了，他说话又阴阳怪气了，他又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了。他成功，你愤怒；他失败，你开心。你以为自己在盯着他，实际上是在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你的心理能量。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关注他，发现讨厌的点，更讨厌他，更关注他。降熵的第一步就是刻意的不去注意，把注意力从那个让你讨厌的人身上收回来，就像关掉一扇不断灌风的窗户。不再琢磨他为什么那样说话，不再猜测他背后有什么动机，不再跟朋友反复吐槽他的奇葩行为。米哈里认为，人的意识就像水流，如果任由无数念头四处乱窜，内心就会一片混乱，熵值居高不下。而如果能将意识引导到一个方向，专注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，内心就会恢复安宁与秩序。最高级的忽视，不是咬牙切齿地告诉自己我不看它，而是它真的不再占据你的心理内存。当你专注于手头的工作，沉浸于一本好书，或者全身心投入运动时，那些讨厌的人其实已经在你的世界里淡出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讨厌一个人，是因为觉得他怎么能这样，他凭什么这样？但这种想法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逻辑，我们在试图让他符合我们的期待。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过一个很有用的概念，叫课题分离。他说，人际关系的根源往往是对他人课题的妄加干涉。那个同事不负责任，那是他的工作态度问题，这是他的课题。
那个亲戚说话难听，那是他的教养问题，这是他的课题。而你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愤怒、内耗、睡不着觉，这是你的课题。降商的过程就是清晰地划清这条界限，谁承担后果就是谁的课题。那个总是推卸责任的同事，迟早会因为能力问题失去别人的信任，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。而你要做的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成长，不被他的问题拖下水。那个习惯性贬低你的朋友，他的言语暴露的是他自己的狭隘和刻薄，他会为自己的言行承担后果。而你要做的是保持距离，不让他的负面能量侵蚀你的自信。正如薛定谔所说，生命以负伤为食。活着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环境中汲取秩序，对抗混乱的过程。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，你的内心才能恢复清静。如果一个人持续让你感到不适，如果那个环境每天都在消耗你，那么最彻底的降伤方式就是离开。很多人之所以在一段糟糕的关系或环境中苦苦挣扎，是因为觉得走了就认输了，或者再忍忍就会好。但实际上，长期处在高伤状态，不断被消耗，不断陷入负面情绪，是对生命力的巨大浪费。就像把一棵喜欢阳光的植物放在阴暗潮湿的角落，它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环境错了。那个总是打压你的领导，那个充满勾心斗角的团队，那个每次聚会都让你焦虑的社交圈，如果你已经尝试过调整心态，建立边界，但依然无法改变被消耗的感觉，那么离开就是最高级的降伤。离开消耗你的人，不是逃避，而是把能量收回给自己。我的朋友曾在一家公司备受煎熬，他的上司脾气暴躁，动辄当众训斥，整个部门氛围压抑。他每天上班就像上坟，回家后还要花几个小时消化负面情绪。后来他下定决心辞职，跳槽到另一家公司。新环境虽然也有压力，但是氛围健康，同事友善，他的状态很快焕然一新。他后来感慨，以前总觉得是自己抗压能力差，后来才发现我不过是待在了一个错的环境里。当一个人进入了总是消耗自己的环境，不仅无法进步，反而会让运气越来越差。只要有勇气离开，就是变好的开始。说到底，降伤的核心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安顿自己。我们无法控制谁会出现在生命里，也无法改变那些讨厌的人的行为方式，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关注什么，在意什么，把能量投向哪里。古话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处理讨厌的人也该如水一般，不正面对抗，而是悄然流向别处。就像森林里的两棵树，当不适合在一起生长时，不会大打出手，而是默默调整方向，各自寻找适合的阳光和空间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智慧；不是逃避，而是选择。当你不再把能量耗费在讨厌的人身上，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清爽。那些曾经占据你思绪的负面情绪，渐渐地被更重要的事情取代。真正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你如何与喜欢的人相处，更体现在你如何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。所以遇到讨厌的人，不用翻脸，不用撕扯，甚至不用多说一句话，你只需要转过身去，过好自己的人生，
当你活得越来越通透，越来越丰盈，那些曾经让你不舒服的人和事早已够不着你的衣角，这才是最高级的降商，也是最彻底的远离。